偏偏这一次我们看到六中全会里面他做的第3份历史决议里面，很重要的是台湾的内容既然是很少，于将军你怎么看呢？当然中国跟其他的民主国家权力产生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民主国家的权力的产生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你的政策、你的作为让人民认同，它是人民的选票赋予你的权利。但中国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它是来自各个有权力的派别，有军的，有党的，有统战的，有经济的，他要把这些钱的力量、枪口子的力量、统战的文宣力量，他要把这些力量抓在一起。那当没有办法有效控制的时候怎么办？一一击破，一一击破。所以第一个从经济上，从钱口子上来着手。你这些太有钱的不听话，像马云啊这些不听话的啊，还有江泽民江派的这一群啊不听话的石油帮啊钻石帮，我一个个把你击破，我用各种方式跟理由把你给收掉。收掉之后，再用一个人民为幌子，叫做共同富裕。我不是要收你的钱，我想大家一起有钱。那这不是跟人民公社一样均平的方式继续做下去吗？所以习近平他心中因为已经连续当了2任了他心中充满了不能接任的恐惧，所以他必须要从钱、从军，你看军事大部分的整顿，边疆光是个司令官，对不对？半年换了3个，就可以表现出他心中对于权力失去的恐惧。那美国、台湾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要让各派人对他信服的最大的2个棋子。那美国跟中国是2大强国嘛，所以你看，在开完19届六中全会之后呢，他并没有对台湾的问题充分明确的表态。可是呢，他会把它当成跟拜登之间这个交谈很严重的、很重要的一个交谈的筹码。所以拜登这两个这个世界的强国的领导人。在这一次的视讯峰会里面，大家就讲嘛，万众期待了无新意。这2个人都是全世界上具有绝对权力的人，但是呢，权力获得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拜登必须要得到国内大多数民意的支持，所以拜登不敢轻易的去碰台海的问题。碰得多了，有些人会觉得你是不是管太多了；碰得少了，他觉得你的川普决心不如川普，所以拜登是相当的保守。但是呢，拜登完全是按稿，3个多小时，这是按照稿一字不漏、小心的来讲。那习近平呢，他更趋于保守，因为他要突破毛泽东的作为，他要突破邓小平的作为。那他不把这个江泽民跟胡锦涛视为作为他认为他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里面领导的这个态势要突破毛泽东，要超过邓小平。所以说，他在这个19中全会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宣誓，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史里面，他做了第3次的历史决议。那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共产党的前面的2次历史决议是为了什么？第一个，毛泽东1945年，他为了要解决党内乱的问题，因为当时共产党刚刚可以壮大起来，所以里面有好几派的势力。包含了这个掌管党的力量张闻天，他是几乎党的力量、共产党力量是他在掌握的，包含了掌握统战力量的王明。那毛泽东当时是掌握了八路军，就是解放军的前身的力量，所以毛泽东透过了这次六中全会，他要解决党内部的乱的问题。所以在1945年都还在抗战还在对日抗战的末期，他就把所有大权集于一身，把党、把统战、把军全部归咎于毛泽东一身。就是党内不再乱了，我毛某人讲了算，我毛泽东讲了算。所以当时就是说，第1次历史决议就是决定了党的方向，就是以毛泽东马首是瞻，其他的学说论述一切摆在旁边，由毛泽东说了算。这第1次1945年，那到了第2次的1981年，邓小平做了第2次的历史决议。为什么？因为在毛泽东的文革之下，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不但没有平乱，让变得更穷。所有的历史文物，所有的中国的资产被他们砸毁，所有的荡然无存。邓小平感受到了，这样下去，中国会继续的穷下去。你这么穷，共产党就会自己灭亡。所以邓小平就说：“我们抛开一切以前的旧思维。”所以他走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间接是在打脸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当时走的这个极端的主义，让整个中国陷入了贫穷，让人民吃不饱，让中国在全世界上站不起来、富不起来。
所以邓小平走了一个很大胆的改革，就是我要脱离贫穷，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得到了大多数共产党有权利的人的支持，因为也穷嘛，人民穷，党就穷，党就穷，干部就穷，那大家都穷，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意思？所以邓小平开始慢慢的、间接的跟台湾招手，希望台商，希望台湾的力量进来，台湾的技术进来，台湾的资金进来，希望美国的资金进来，希望美国的力量进来。我有土地，我有人力，大家一起来开发中国市场。那如果中国开发完成了，那最后获利者当然是中国。这是邓小平当时的想法跟做法。那这个做法也是当时我认为是中华民国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刻。大家当时认为说这是最安全的时刻。邓小平是怀柔嘛，用怀柔政策。虽然美国讲他说中国威胁论，所以其实美国在198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中国的威胁。那因为邓小平他一脉相承的怀柔政策，有钱大家赚，市场大家用，人力大家来分担。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威胁。所以邓小平是统战高手，他间接的把中国的那个赤化世界的心压到最低，然后把那个糖衣的外壳做到最漂亮，让全世界的资金进来，投资、改革、建设都在做中国。那邓小平的这一步棋有相当大的成效。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就是没有第二次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他的历史的决议。中国富不起来，中国强不起来，没有钱怎么发展军备？没有钱怎么发展国力？所以邓小平的这一段的历史怀柔政策，让中国人的自信心开始慢慢站起来了。那但是因为好景不长嘛，邓小平离开了，江泽民、胡锦涛支持邓小平的做法，也就是2任也就结束了，换成习近平上来。习近平上来之后，中国是一片大好，是一片大好。深圳的经济实力，整个中国沿海的经济实力。中国对于美国的贸易的顺差，这是让这个习近平觉得说，我们这么强大，我们还在等什么？我们都这么强了，我们还在忍什么？我们都这么有力量了，我们还在怀柔什么？是中国该站起来的时候。所以从习近平上来之后，整个怀柔政策180度的大转变，他开始用战狼的方式取代了怀柔，他开始用经济紧缩的方式。取代了有钱大家赚，他开始用整数有钱人，让所有人的财产共同富裕，也是间接充公的方式，来抓到国内所有力量的平衡。但是呢，这都是政策，这都是他的斗争的所为，没有一个力量的支撑。所以透过了这次19届的六中全会，他完成了第3次历史决议，就很明白说明白了。他说，我们要第一次，我们中国从乱中走出来，我们站起来。第2次，我们从这个中国的这个贫穷，从中国的这个各行各业都需要整顿，我们透过了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了，脱离了贫穷。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强起来。中国有了钱，有了组织，有了地位之后，我们要强起来，我们要东升西降。西是谁？就美国嘛，就是指美国。所以透过了这次6中全会，习近平宣布了第3次历史决议。可是历史决议呢，在开完会之后，并没有公告，没有人知道历史决议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内容是什么。那只是预判说这是霸权显露的一个征兆。那可是呢，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是建立信心，建立中国内部14亿人对他的信心，间接的让权力让他继续掌权5年以上。所以他在透过了跟拜习会这一次拜习峰会里面，虽然是晚上了虽然是晚上，那我的解读跟彭笑大哥是差不多的，就是因为白天拜登多忙啊，美国总统有多少事情要做啊，白天的会议从早上起床一直忙到大概晚上下班都忙不完了，所以拜登只好利用晚上跟你联系嘛，利用晚上跟你联系。那习近平呢，整天等着权力要加深啊，他紧张的要死，所以拜登叫他8点钟跟他联系，他高兴的不得了。可是呢，坏就坏在这些战狼外交养坏了。其实这一次的拜习会的这个峰会其实是有转机的。各自出来之后，解读都是朝善意的方向，朝和平的方向去解读。其实这一次2个这个领导人，中国跟美国领导人，他们所怀绕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国跟美国不要真的打起来。这是拜登跟习近平达成的唯一的共识，就是中国我们可以斗，美国我们可以斗，斗而不破，大家不要真的打起来，可以竞争，可以对抗，
我们但是不要打起来，不要真正作战起来。那所以很多人就在里面做了很多的解释嘛，说你看拜登反台独啊，拜登反台独，其实台独在美国来讲是个假议题，在美国人来讲，台独在美国是个假议题。真正讲台独讲的最严重、最努力的是谁？就中国的国台办嘛，中国共产党的国台办讲台独讲的最严重。你可以所有的历史文献拿出来看看，一年下来，2021年讲台独、反台独最多就中国大陆的国台办。那他为什么讲反台独呢？他认为说反台独就是间接达成中国统一的一条路线，所以中国共产党跟国台办的反台独，你只要反对统一，不管是任何模式的统一，武统、文统各种统一，你只要反对统一就是台独。很明白，这就是中国还有国台办还有习近平他们所谓的反台独。他围绕了9·2共识，9·2共识永远在讲9·2共识，共识是什么？习近平不说。共识的内容是什么？国台办不说。也就是说，他认为9·2共识就是促进统一的共识。9·2共识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识。所以说，认为9·2共识就是统一。他把9·2共识跟统一画上等号。你只要违反9·2共识，你只要拒绝统一，就是台独。这是中国的反台独，国台办的反台独。可是拜登这反台独对拜登是个假议题，因为拜登很明白讲到，他都一直在讲，我是依据台湾关系法，我是依据3个公报、6项保证，也就是说，台湾海峡要确保和平，不准中国侵略台湾，那更不准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嘛，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那至于说未来要怎么走，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自决，这是这个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中政策，就是这样。按照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联合国里面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席次，这没有问题 ，OK。但是呢，不包含中华民国，不包含台湾。台湾不会因为这2758号决议文之后，把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点自始至终美国没有承认。所以美国的一中政策是这样。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习近平跟拜登的峰会里面，习近平讲的不是一中原则哦，他说请美国恪遵一中政策要持续的走下去。所以习近平让步了，他讲的是一中政策，他没有讲一中原则。那而拜登强调的是台湾关系法。3个公报、6项保证，维护台海的和平。所以这点大家还没有看出来。可是呢，坏就坏在结束了以后各自表述，就一个峰会各自表述。美国先按兵不动，他没有讲，或许是晚上吧，或者是美国是晚上8点钟开完，都已经12点了哈。媒体并没有向外发布任何这个拜习会的内容，但是中国不得了。哎呀，新华社各大官媒开始铺天盖地的说，美国总统拜登反台独，间接就是美国支持中国大陆用任何的形式来统一台海的问题。那我就要再讲到一个问题，到底武统跟犯台一不一样？武力统一台湾跟武力犯台是2回事。大家可能讲说，大家可能现在把武力统一跟武力犯台画上了等号。武力犯台跟武力统一不一样。武力犯台是说我具备的军事能量，我能够在一个时空范围之内出兵进犯台湾，这叫武力犯台。这叫武力犯台，这不是有没有能力，你只要想就可以做。你只要想就可以做，我只要用我的武装力量来侵犯台湾，成功与否另外一回事。所以中国有没有武力犯台呢？当然有啊，他想就可以做啊。他想就可以做啊，拿了5支冲锋枪，拿了2门这个迫击炮攻击台湾，也叫武力犯台啊。那成不成功而已嘛。所以武力犯台是一回事，武力犯台是中共想不想做，愿不愿意做，要不要冒这个险，叫武力犯台。什么叫武力统一？我用武装的力量把台湾统一了，包含了台湾的人心，包含台湾的经济，包含台湾的军心，包含台湾的一切，都因为你的武力压迫之下完全臣服于你，这叫武力统一。大家想想看，这难不难做到？当年我们的原住民同胞在山区，日本的船坚利炮、飞机、毒气都没有办法屈服原住民同胞接受日本的统治，他那个武力相差多大？日本的科学、日本的军事力量跟我们原住民的翻刀、土枪来讲，相差多大？统一原住民了吗？统治原住民了吗？没有办法。就算实质上的统一，心没有被统一，他心中还是不断的要回复他们原住民的尊严。那你想想看，台湾2300万人。我们有自己的军队，我们有自己的政治模式，我们有自己的宪法，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习惯。
中国解放军、中国的武装力量到了台湾来，你能武力统一吗？所以我说我很少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因为大家一直用这个事情在打击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在打击台湾。我讲武力犯台跟武力统一是完全两码子事。你可以武力犯台，只要你愿意，但是武力统一，你的能力还有你的相关的国际情势的评估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这个视讯峰会，我觉得结束之后产生了不同的表述啊。亲共的一方就讲说，你看美国不可靠，美国随时会出卖中华民国。那至于说坚定防卫台湾的一方，就告诉你，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国外的力量或是国外的盟友来支持我们，我们就嚣张，我们就跋扈。我们一致的作为就是，我们凭自己的力量来守护我们的家园。但是呢，有朋友能够在我的侧翼协助我，有何不好？我们是争取盟友的支持，但是所有守护台湾家园的力量还是台湾2300万人。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一次的这个拜习会峰会有任何的假讯息给蒙蔽。外国人跟对岸的中国大陆要如何去讨论，那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要做到一件事，坚守民主阵容，全国团结一致，军民同胞确立一件事：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是，这非常的重要。